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大家都知道最近失业率高，工作难找，但是也难以想象会难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以前工作機會差不多遍地都是的上海，現在找工作已經如此之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位女士的說法。給大家分享一下上海現在真實的就業環境。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是今年5月份被裁員的，到現在已經失業半年多了，我已經3個多月沒有面試了，毫不誇張的說，一個面試邀約都沒有。而且這個情況它是出現在我每一天都會高強度刷2到3個小時招聘軟件，以及我每一天都會保持5到6份投遞簡歷的情況之下。就是你投小公司人也不看，你投大公司人也不理你，你投錢多的也是這樣，你投錢少的人也不回復，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到底是僵屍崗位還是說什麼情況。你現在可以明顯的感覺到現在市面上的這個崗位非常非常的稀少，你刷招聘軟件你就會發現，第一個更新非常少，第二個競爭非常的大。我是有遇到過同一家公司的同一個崗位，我前司的至少3個同事他都跟我去應聘了這個崗位，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可怕。我想着天哪，全職這麼難找，要不我去找找兼職呢？我之前是做帶貨主播的嘛，然後大概4年前吧，帶貨主播他最低的薪資都要200一小時，就你再低人肯定不幹了，而且200它是有屏播，對吧？也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背指標的。那現在大家可以猜一下多少？現在各種各樣的招聘軟件，又或者說各個通告群裡發的都是80到120，再少一點的50到80，就是這麼誇張。然後我還不信邪的，我去問品牌方，我說你們這個薪資真的有人來嗎？真的有人幹嗎？我說這個對比咱們之前也太少了吧。他說我們根本不缺人，現在在一個通告群裡隨便一發，20-30個人都過來加，你敢想嗎？這個競爭力真的是擠破頭都要往上衝。還有一個最能體現上海現在失業率非常高的，就是你去看周中的商場以及圖書館各種各樣的地方的人流，人真的很多，各種圖書館、咖啡店、奶茶店全部都是年輕人、中年人。就現在上海的這個就業形勢，你跟那些沒在失業、沒在找工作的人說，他們壓根兒不信。反正用2字概括，一是面試機會很少，第二即使有也是讓他回去等通知，基本上也就是沒有結果。對，從這個女士的說法，我們能夠非常直觀的感覺到現在的經濟大環境不好，而且就業的話情況非常的難。不僅是對於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因為像我們之前也做過嘛，包括像清華畢業的學生也很難找到工作，還有說同一個宿舍研究生畢業，一個寢室6個人畢業了1年都沒有找到工作，這種是對於說年輕的就是剛畢業的學生。那麼像今天這個女士，他們是中年人，中年人找工作也是一樣的，非常的難。而且還有一組數據非常值得我們的留意哈。根據調查顯示，中國目前現在已經約有1400萬外賣從業者，女性的佔比已經達到驚人的24.3%，這是將近1/4的佔比啊。而2020年前，該比例不足5%。除了這個外賣騎手之外哈，滴滴數據顯示，2023年女性網約車司機為60萬。2024年僅僅1年之後就飆升至105萬，1年之內增長了75%。其實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因為失業，無法再找到他合適的工作，他去從事這些行業了哈。沒錯，而且還有進一步的調查數據，在這些女性的外賣騎手以及女性的這些滴滴司機當中哈，超過80%都是已婚且這些已育的女性當中啊，又有78%的人，他們的子女呢是未成年人。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直觀的現象，因為在過去好像外賣員這是屬於比較有點像大家覺得非常累的活，因為天天要在外邊風吹日曬的嘛，大部分的女性是不願意去做這個的。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龐大數量的女性哈，迫不得已去選擇外賣員或者網約車司機，我覺得這也是更加從這個直觀的層面上說明現在大環境確實不好。不僅是這些拿錢少、精力充沛的年輕人，現在找工作已經如此困難，那些中年人啊，失業的中年人再找工作更是非常慘，因為年齡大了嘛。來看看這位年近50歲的中年大叔在上海找工作的經歷。今天去面試又失敗了，從5月份失業到現在已經5個多月了。中間呢，6月19號到8月31號呢，我自駕出去轉了一圈。當然現在呢，心態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啊。招聘網上找工作，要麼就是已讀不回，要麼就是嫌你年齡大。然後呢，也有幾份工作呢叫去面試的，但去面試了以後呢，大多數的結果就是回去等通知。等通知的結果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啊，就是没有下文了。
52歲就找不到工作了。你說要是不失落呢？不可能，多少都會有點失落的。那怎麼辦？沒辦法，只能繼續的堅持，繼續的去找。有的朋友可能也會說，你都52歲了，你可以等退休了，你可以享受4050、4757。那在這裡呢，我還是想跟大家說一下，我呢是回復知青子女，也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是我的戶籍不在上海，根本就享受不了這些政策。想想心裡也挺憋屈。說了那麼多，無非就是想給自己加油鼓勁。但是52歲都找不到工作，再加上一個延遲退休，讓我感覺真的很難。難的不是一點半點，太難了。52歲已經就被這個社會基本上被放棄掉了。就你想倒推10幾20年前，就算沒有什么太好的工作技能，基本上你去面試一個銷售崗位啊，或者學一學能夠上手的一些簡單技能的崗位，那真是挺多的。尤其是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哈，就不至於像這樣沒有機會和沒有結果。也不是說這位大叔什麼眼高手低、要價高哈，現在就是你只要失業再找工作，那就是難。1線城市都這麼難，那你想2、3、4線城市更是可想而知。實話實說啊，自從2000年以後，我就沒有聽說過這樣的失業景象啊。這可是在上海啊！你說要是那種人口淨流出的城市，3、4線城市，哪怕是省會城市，咱都不說啥了，都不會覺得這麼驚訝。那作為中國大陸金融中心的上海，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這樣的失業率和找工作的難度實在讓人憂心了。就像你剛才講，這個女外賣員現在數量可以說是暴增啊。其實你想，女外賣騎手往往是女性最不想選擇的工作之一，為什麼呢？你看這麼幾個因素嘛，一個剛才你講了，就是體力上吃不消，太辛苦是吧？還有呢，就是會相對危險一些。比如說你看送外賣，如果去一些偏僻的這些居民住宅樓，那有的時候可能還要難免要走夜路，再有就是要長期在馬路上騎着小電動四處奔走，這也都危險啊。对，而且我們還看到很多新聞，就像剛才那個調查數據嘛，其中78%的女性，她們的孩子都還是未成年嘛。我就經常在新聞上看見有這些媽媽們，然後在送外賣的時候，這個小孩也坐在上面，有的是小孩可能上小學，然後甚至還大人上樓送外賣了，小孩就趴在那個車上啊，電動車上，然後寫作業，甚至還有更小一些的小寶寶都睡着了，就是這種場景看着讓人真的是覺得挺心酸的。還好現在到處都是攝像頭啊，要不然你說沒有攝像頭的年代，還要擔心這些孩子被拐走。女外賣員數量的激增，可以說啊，這背後就是一些家庭實在是撐不下去了。那這種景象如果再持續下去啊，也必然從企業蔓延開去，最後也會影響到事業單位和公務員。最近就有一個新聞說，這個上海啊出台了系列政策，鼓勵事業單位的人員創新創業，離崗期滿未盈利可以回崗。具體說啊，就是面向高校啊、科研院所啊，還有醫療衛生機構等等事業單位那些專業技術崗位的科研人員呢，可以離崗來開展高價值創新的創業，可以兼職創新、在職創辦企業，鼓勵事業單位設置創新崗與流動崗2類崗位。這不愧是大上海哈，政策就是先進，但也可以看出這體制內的工作也是變天了。其實這個目的肯定是好的哈，比如把這個科研人員的成果用於創業的這個企業，創造高價值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萬一失敗呢，還可以回去啊，不用那麼大的心理負擔是吧？還有一個托底。那這麼做呢，我猜想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你看這些科研院所那麼多的科研人員是吧？這些成果呢又沒有辦法產業化。但是科研人員的這個薪酬負擔可不低啊，那就得一直靠國家財政撥款，所以啊，就最好讓他們拿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去市場裡面去撲騰撲騰，看看能不能做出什麼響動來，也檢驗一下你這個科研成果呀是否真的有價值。但我覺得這幾乎是願望是好的，但成功的肯定少之又少。咱們都是從這個高校讀書出來的哈，對於高校的科研水平還是心知肚明的。可以說大部分即便是工科類的這個科研成果也是難以商業化。舉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早期你看通信行業的路由器，其實很多高校和研究所院所啊它都能做出来，因為啊你就照着这個標準的協議進行開發就可以了，雖然也有難度哈，但你做出來還是可以做出來的，但是根本就沒有辦法商業化，因為這個安全性、可靠性和效率啊都太低了，就只能做實現，但是無法商業化。最後其實你看市場上中國企業做出來的那都是企業做出來的路由器，
那些產品和性能可靠性，那是那個科研院所是無法相比的。所以說，你看最後在中國市場做真正能夠產品化的，基本還都是企業自己的研發團隊。对啊，就讓我想到之前，你看早在微信之前不就有飞信吗？飞信以前我们、那已經是國企了，已經是個企業了，中國移動弄的，對，但還是幹不過民企啊。對，但這也說明啊，這個市場呢，就業市場已經開始向事業單位開始施加壓力了。也就是說啊，現在用這麼多的財政撥款去養這麼多的科研人員，如果成果還無法創造價值的話，那放在以前是可以的，現在是真的應該是撐不住了。我特意查了一下失業率，總體上官方城鎮調查失業率呢，在2025年呈現了一個總體平穩、青年失業率偏高的這麼一個特徵。這官方說法哈，就是總體數值啊約在5%附近，但青年呢，尤其是16到24歲，失業率是高於2個數量級的，也就是約10幾個百分點。那據官方的分析啊，說這是結構性與畢業生集體入市共同作用的結果。那青年人呢，對整體就業形勢的感知影響是非常大的。那再看看城市的分布，就是一線城市普遍對冲失業衝擊的這個能力說比較強啊。說北京近年來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在4%左右或者略上。上海的這個官方統計口徑啊，顯示一季度等階段這個統計值也在4.2%左右。所作為啊金融和服務行業密集的一線城市，整體失業率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但實話實說哈，就像咱們開頭這個視頻，你說這個數據和視頻中這位女性和那個中年大叔所感知的那種失業率和就業市場的情況，那不一樣啊。就他們的說法就好像是啊，這工作基本上都消失了。那也許呢，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這事兒哈，那就是在一線城市如果一失業，那就待不下去了。就你連付房租都付不起，那一線城市房租它還貴嘛，所以乾脆就回老家算了。所以說，這些人既然離開了一線城市，那就可以不算在失業人群裡面，那也就意味着分子變小了，失業率是不是也就相應降低了？當然了，每次遇到這樣的一個罕見的經濟下行和失業率，必將帶來資產價格的一個暴跌。如果大家預期20年內，在台海局勢仍舊穩定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重拾上升的勢頭，在大政策方面，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仍舊穩步前行，那現在絕對應該是一個接近撿漏的好時機了，就那個大宗商品啊，因為你很難想象一個健康的社会會失業率長期達到一個10幾20%的水平，這要是在西方國家那早亂套了哈。不過好在咱中國老百姓都有儲蓄哈，就是平時一般都擔心生病啦、失業這些問題，所以平時老百姓一般捨不得花錢，懂攢錢嘛，這造成了通縮是吧？不只是老百姓不捨得花錢哈，那創投機構也不捨得花錢啊。你看現在再也沒有那個創業機構瘋狂砸錢，然後創業企業風起雲湧的那個年代了哈。看着這堆成山的設備，你還敢輕易踏上創業路嗎？這些設備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廠，承載着無數創業者的夢想，最終都化為了泡影，被拉到了這裡。對，不僅是不捨得砸大錢啊，哪怕像年會這種小錢都不捨得了。是。現在很多互聯網大厂的員工都發帖說嘛，你像以前阿里啊、腾讯啊那個年會，動不動就是整得特別豪華，還請什麼明星來表演、唱歌，然後又經常出國遊，現在都沒有了這些。然後中国老百姓呢，又是忍耐力特別強的啊，又特別願意聽一些專家的話。只是现在有些年輕人不太聽話了，加上互聯網的影響，慢慢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但終歸來說，能獨立思考，這絕對是好事哈，因為能夠發現問題，才能解決問題。未來這個世界畢竟終究是年輕人的，我相信未來的年輕人也終究能夠解決問題。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